老人在凳子上架起狙击枪，瞄准远处的3个衣冠禽兽。倘若一枪毙命，反倒太过便宜这几个人渣。他缓缓调转枪口，锁定正中间最嚣张的黄毛。此刻，这个恶棍正双腿夹着香槟，洋洋得意地准备开瓶庆祝。就在瓶塞被拔出的刹那，老人果断扣动扳机，子弹呼啸而出，鲜血和碎片炸裂飞溅。一场蓄谋已久的猎杀被完美伪装成一场意外，顺便废掉了人渣的作案工具。老人不慌不忙地收起枪，利落地穿好外套，弯腰捡起掉落的弹壳，随即快步下楼，悄无声息地混入公园扎堆下棋的人群中。一局棋还未下完，他已为惨遭摧残的孙女亲手讨回了第一笔血债。老人之所以如此狠绝，是因为3个恶徒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。那天伊万的孙女卡佳放学回家，途经3个恶徒合租的公寓楼下，他们立刻对她起了邪念。其中2人快步下楼将卡佳拦下，对方假借朋友过生日的名义，假意热情邀约卡佳上楼做客。可卡佳本能的拒绝，但架不住2人的软磨硬泡，甚至不惜当众下跪。毕竟他们曾是高中同学，卡佳盛情难却，便毫无防备地答应了。却不知这一步踏出，便是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深渊。就在卡佳正在唱生日祝福歌时，丝毫没有察觉身后的恶意。黄毛趁他不备，偷偷将一瓶不明液体倒入他的酒杯。随后3人一唱一和，怂恿卡佳一饮而尽。他刚喝下不久，便感到天旋地转。单纯的卡佳还以为是喝多了，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想要逃离，却被3名恶徒团团围住。他们原形毕露，兽性大发，轮番对卡佳实施惨无人道的糟蹋。直到天黑，他们才肯放过遍体鳞伤的卡佳。做贼心虚的黄毛假意慈悲，强行往他包里塞下50美元，妄图用这点钱封口，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。卡佳踉跄地走出公寓，满心都是恶心与绝望，愤怒地把钱扔到了大街上，拖着残破的身躯失魂落魄回到家中。他无力瘫坐在房门之后，放声崩溃痛哭。爷爷伊万看到孙女狼狈的模样，心头一沉，连忙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。卡佳崩溃着说出那个噩梦。听完孙女非人的遭遇，伊万瞬间怒火中烧，他怒气冲冲地拿起斧头，打算前去和3个恶棍拼命，却正好迎面撞上社区的年轻警察刘卡。见此情景，连忙上前将其拦下。刘卡本性正直善良，得知整件残酷的真相后，既悲愤又同情，他连忙安抚暴怒的伊万，劝他先安心在家照料受伤的孙女，剩下的事情交给自己处理。很快，警察便赶到那间公寓实施抓捕。所长一马当先，手持 AK-47狠狠砸开房门，带队强势闯入屋内。3个恶徒猝不及防，瞬间吓得魂飞魄散，只好乖乖束手就擒。起初3人还心存侥幸，百般抵赖，编造谎言妄图蒙混过关。可当警方搜出沾染卡佳血迹的床单铁证，他们再也无法狡辩，只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本以为案件尘埃落定，正义即将降临，谁料变故陡生，局长却突然亲临现场。原来3个恶徒中的卷毛竟是他的亲生儿子。局长当场翻脸，向所长强势施压，执意想要将卷毛带走。不畏强权的所长断然拒绝，可手握权势的局长蛮横霸道，污蔑审讯流程存在强行逼供，之前的审讯结果全部无效。从这一刻起，压垮弱者的真正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。不久之后，卡佳收到了检察院的通知，对方声称地方政府负有协调责任，希望能私下和解这件事儿，企图草草抹平这场罪恶。伊万断然拒绝妥协退让，带着受尽伤害的孙女亲自奔赴检察院对质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手握公权的检察官不仅毫无半分同情与良知，反而态度轻佻刻薄，刻意颠倒黑白，公然质疑卡佳，指责他行为不检，是见对方帅气多金而刻意接近，事后又想敲诈勒索。显而易见，检察官早已被局长暗中收买。这些刻薄又恶毒的话语，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，对卡佳造成了2次伤害，让他本就破碎的精神更加濒临崩溃，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这让伊万这个无助的老人彻底陷入了绝境。而更让他崩溃的是，没过多久，那3个恶徒竟然被无罪释放。重获自由的3人不仅没有丝毫收敛，反而更加嚣张跋扈，肆无忌惮。他们故意在楼下喝酒狂欢，炫耀自己的特权，明目张胆地彰显自己的无法无天。不甘心的伊万抱着最后一丝期望，穿上了珍藏多年的2战军装，胸前用命换来的荣誉勋章，是他年少征战为国拼杀的见证。伊万只想用一生的荣光换来一次公正的裁决，可现实远比想象中更加冰冷残酷。检察长只是敷衍地翻了翻卷宗，甚至没有抬眼瞧过那些勋章，就冷漠地合上卷宗，以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为由，直接驳回了案件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反过来语气轻蔑训斥伊万，勒令他管束好自己的孙女，不要无端滋事，给政府增添
麻烦，彻底撕碎了伊万医生的信仰与尊严。走出法院，阳光格外刺眼，却照不进他心底的阴霾。既然法律不能给他正义，那他就自己亲手执行正义。伊万转身来到银行，他一生清贫，没有多少积蓄，唯一值钱的就是乡下的老房子。他毫不犹豫地用老宅抵押，换来了5000美元，这就是他复仇的启动资金。可他刚回到家中，卡佳就告诉他，局长曾来过，留下了一笔钱，说是补偿。这句话瞬间点燃了伊万的怒火，这笔钱对他而言是赤裸裸的羞辱，是对卡佳遭遇的亵渎。他怒气冲冲地拿着钱赶到局长家中，将钱狠狠砸在局长脸上，嘶吼着斥责对方的无耻。晚饭时，卡佳无意间提起姨妈出去旅游，临行前将自己公寓的钥匙留给了他，拜托他帮忙照看家里的鹦鹉。伊万听后眼前一亮，一个念头瞬间闪过脑海，他立刻拿起钥匙赶往姨妈的公寓，惊喜地发现这套公寓位于14栋顶楼，正对着3个恶徒租住的2楼阳台，简直是绝佳的天然狙击点。伊万心中狂喜，暗叹天助我也。第二天，伊万背着铁锹，谎称要去下地干活，实则悄悄前往莫斯科的地下武器黑市。他找到了一位乌克兰枪械卖家，对方谨慎询问他要杀谁。伊万红着眼眶说出了孙女的遭遇，卖家看他不像是在说谎，才同意将枪卖给他。伊万被带上车，全程双眼被蒙，最终被带到一处偏僻的防空洞。按照他的要求，卖家拿出了一把崭新的 SVD 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，这是苏联制式军用狙击利器，再配上消音器，便可悄无声息杀人无形。当年伊万正是手握同款枪械，驰骋战场，保家卫国。他当场试射，刻入骨髓的战场肌肉记忆从未褪去，枪枪锁死，靶心百发百中，连黑市卖家都为之震惊。Да ты снайпер, батя. Ё-моё, ворошиловский стрелок прям. 伊万趁着夜色的掩护，将狙击枪悄悄转移至姨妈的顶楼公寓藏匿。第二天，他一如往常去往公园下棋，故意在众人面前留下身影。当看到3个恶徒回到公寓楼下，伊万趁着人群闲聊不备，悄然抽身离去，快步奔赴狙击点位。他没有选择一击毙命，而是要让这些恶魔生不如死。他将枪口稳稳锁定气焰最盛的黄毛，伊万缓缓扣动扳机，香槟酒瓶瞬间炸裂破碎。另外2个恶徒被吓得魂飞魄散，黄毛则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，他的作案工具被彻底击碎。伊万迅速收起枪支，仔细清理现场，抹去所有痕迹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棋局旁。此时方才那盘棋局甚至尚未走完。不久之后，刺耳的救护车警笛划破街区，重伤哀嚎的黄毛被紧急抬上担架，奄奄一息。警察赶到现场勘查后，初步判定为香槟酒瓶意外爆炸事故。唯有做贼心虚的局长心生疑虑，他在沙发上发现了一个细微的弹孔，瞬间恍然大悟，这不是意外，而是精准的枪击。可他目前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，只能将怀疑压在心底。几天后，3个恶徒中的鲍里斯买了一辆崭新的豪华轿车，停在公寓楼下，得意洋洋地四处炫耀。他自以为有钱有势，无人敢惹，却殊不知死神早已悄然降临。伊万再次潜入姨妈的公寓，架起狙击步枪，精准锁定了汽车的油箱盖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他扣动扳机，汽车瞬间发生爆炸。鲍里斯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逃出汽车，虽然保住了小命，下半身几乎被烧毁，终身瘫痪，再也无法行走。伊万趁着现场的混乱，悄悄混入人群，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没有丝毫动容。而这一切恰好被警员刘卡尽收眼底。接连2名施暴者离奇惨遭重创，所有矛头都默默指向伊万。经过警方对车辆残骸的鉴定，证实这起事故并非意外，而是子弹引爆油箱所致。局长瞬间恐慌，立刻预判自己的儿子必将成为下一个猎杀目标。恐惧彻底吞噬卷毛的理智，他终日闭门不出，拉紧所有窗帘，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，活在无尽的惶恐之中。心存疑虑的刘卡登门拜访，伊万恰好不在家中。无意间，他瞥见电表下方悬挂的钥匙，卡佳如实告知那是姨妈公寓的钥匙。敏锐的刘卡瞬间察觉异常，临走之时悄悄将钥匙私自收起，为护住独子。局长彻底锁定伊万为头号嫌疑人，唯有他拥有充足的复仇动机。局长决定主动出击，带队直奔伊万家中强行搜查，妄图找出枪械罪证，将老人定罪抓捕。可把伊万的家翻了个底朝天，却一无所获。就在局长一筹莫展之际，出去旅游的姨妈突然回来取钥匙，恰好撞破僵局。敏锐的局长立刻心生警觉，带队紧随姨妈直奔顶楼公寓。局长来到公寓的窗前查看，绝佳的射击角度一目了然，他断定狙击枪一定藏在柜子里。伊万坐在一旁，心脏狂跳，满头大汗。他知道今天恐怕是难逃一劫了。可当警员清空衣柜衣物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只剩一支纸筒，没有任何枪支的痕迹。虽然没有找到证据，无法逮捕伊万，但局长笃定这一切肯定是伊万所为。他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威胁： И вот что я тебе скажу, народный мститель.
Если с моим Вадимом что-нибудь случится, поздно.伊万的意思是，卷毛早已沦为卑劣的施暴罪犯，即便不死，也永远无法摆脱罪恶的烙印。可局长却误解了他的意思，误以为伊万早已对卷毛痛下杀手。Что ты сказал? Что ты сказал? 立刻疯了一样冲回家，可是家门紧闭，任凭如何嘶吼拍打，始终无人回应。绝望之下，局长掏出手枪，准备强行射开锁芯。就在扳机扣动的刹那，屋内骤然射出一发子弹，精准贯穿他的腹部。一手遮天的警察局局长倒在血泊之中。屋内被恐惧逼至疯癫的卷毛蜷缩在冰箱后方，手持猎枪彻底崩溃。一切皆是因果轮回，自食恶果，得不偿失。Огнестрельное ранение. Поле свободы 12, квартира 4. Да, и психиатра захватите. Тут еще один. Похоже, тронулся. 可伊万却满心疑惑，自己妥善藏匿的狙击枪为何会凭空消失？直到几天后，刘卡突然叫住了他，伊万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狙击枪早已被刘卡提前拿走，暗中替他抹去了关键罪证。这名心存正义的年轻警员看透了整个城市的黑暗与腐朽。刘卡没有揭发一切真相，选择沉默，选择成全，只是叮嘱伊万以后陪着卡家好好生活，大仇得报。伊万却没有丝毫的快感，只剩满身疲惫与无尽悲凉。这场以暴制暴的血色复仇，终究是一场全员皆苦的悲剧。寂静的屋内缓缓响起轻柔的吉他旋律，在爷爷倾尽一切的守护之下，卡家终于摆脱了噩梦的束缚，走出了阴影，重新找回了心灵的自由。伊万站在门口，听着动听的歌声，压抑已久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卡家清楚，爷爷为了他亲手沾染鲜血，扛下了所有的黑暗，而这是伊万唯一能为孙女做的事，用自己的方式为他撑起一片没有阴霾的天空，为他讨回本该属于他的正义。当正义被权力遮蔽，当弱者求助无门，以暴制暴或许是最无奈的选择，却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伊万的复仇是一位爷爷最深沉的守护，却也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，有恶的嚣张，有善的坚守，有权力的腐朽，也有小人物的挣扎。我们歌颂伊万的守护，却更期盼一个不需要用暴力换取正义的世界。我们谴责恶徒的暴行，更呼吁每一份权利都能守住底线，每一份正义都能不被辜负。真正的正义从来不是以血还血，而是不让弱者受委屈，不让恶者逍遥法外，不让每一份善良都被现实无情碾压。